医生，老年人越懒越健康，特别是以下的5种懒，很多人都不了解。卢老爷子原来是一名老师，是非常勤奋的一个人。在学校上班的时候，他永远都比学生来的要更早，离开的要更晚。常年的辛苦让他的身体很消瘦，看上去比同龄人苍老得多。可能是工作的时候太辛苦了，老爷子退休以后就好像换了个人，变得越来越懒。和小区的其他老年人出去遛弯，他总是懒洋洋的，一个人走得慢慢吞吞的。甚至有些时候遇到一些闹心的事情，卢老爷子也懒得生气，摇摇头笑一笑就过去了。这样懒散的性格让卢老爷子在小区老年人群体中的存在感很低，平时跳个交谊舞连舞伴都不好找。月初的时候，社区通知所有的老年人去体检，体检的结果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往常那些热衷于公园炫技的老年人，身体健康情况竟然没有懒散的卢老爷子好，这让大家都想不明白，怎么越懒身体反而越好了呢？后来还是医生给大家讲明白了道理，原来老年人在这5个方面表现的懒散，反而是更加有利于身体健康的。1. 腿脚不便，懒得着急。生活中总是能够看到一些老年人走路不紧不慢的，一副悠闲自得、懒洋洋的模样。要是在一些狭窄的道路上遇上如此懒散的老人，会把年轻人急得直跳脚，恨不得从他们的头顶飞过去。其实这种在我们看来懒散的行动方式，是老年人最健康的一种状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身体器官和骨骼构成都会自然的老去。当关节中的角质层增多，骨骼中的胶原蛋白以及营养物质日益减少，老年人的行动能力自然就会严重的下降。这也是为什么老年人走路都显得比较吃力的主要原因。此时就要顺应自然规律，放缓自己的脚步。如此一来，可以减轻关节以及骨骼的压力，减少它们的磨损以及老化程度。二来可以更加的安全，防止不小心跌倒或者太着急导致关节受伤。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健步如飞真的不是一个好现象。毕竟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老了就要接受，忙碌了一辈子，快节奏的生活应该早就过够了。这个时候适当的懒一些是无伤大雅的。做行动上的懒汉对老年人来说是一件既健康又安全的事情。2. 懒得过多交际。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老年生活也是各不相同。一些性格外向的人特别喜欢组织各种老年活动，他们永远都是人群中的焦点，每天都乐此不疲的忙于各种俗务。相对而言，性格比较内敛或者是不喜欢太过出风头的老年人，每天也就只是和熟悉的老朋友老街坊聊聊天，一般很少到人多吵杂的地方去。这种不热衷于社交的行为，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懒散。毕竟交际是需要花心思的，要考虑自己的一言一行是否得体，要顾及自己会不会招人讨厌。人一旦经常去顾虑这些东西，就会非常的劳神。老年人劳神费力的去做这些意义并不大的事情是不划算的。因此对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说，懒得交际要更加的有利于身心健康。当然懒得交际并不是不和别人去交流，人都是社会动物，都需要到群体中获得沟通以及认可。研究表明，经常独处的老年人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的概率是很高的，而保持适量的人际交往就可以让这种疾病的患病风险大幅度的降低。所以老了以后没必要事事操心，去做一个八面玲珑的老年交际花，有3、5个知心好友，日常一起聊聊天，品品茶，就是一件非常舒心快乐的事情。3. 懒得生气。气大伤身，不管是那个年龄段的人，经常发脾气生闷气都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这一点对老年人来说尤为重要，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的心脑血管以及血压都会变得不那么健康。这个时候如果经常性的生气，就会导致血压飙升，心脑血管严重受损。偶尔会听到一些人说谁家的子孙后代不孝顺，把家里的老年人气得住医院了。可见老年人经常生气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万事看淡，以平常心去对待，是老年人长寿的秘诀。要知道很多时候生气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而懒得生气，笑着应付，至少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免遭折磨。对老年人来说，已经活了大半辈子了，什么事情没有见识过，到了耳顺的年纪，再去争个你高我低，也确实没有必要。与其在别的地方与人一争长短，气得面红耳赤，还不如看谁的心态更好，能够活得更久。所以老年人一定要懒得生气，少生气才能少生病，少生病才能更健康更长寿。4. 懒得立即起床。一些老年人睡醒以后，喜欢懒洋洋的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回味好半天，然后再不慌不忙的慢慢爬起来。这种不急不躁、悠哉的懒散生活习惯，年轻人既看不惯又非常的羡慕。毕竟在年轻人的生活里，时间总是不够用的，想要赖床，很多时候都是一种奢望。对于老年人来说，这种赖床慢起的习惯，不只是因为退休了时间充足，更是因为这样的行为对身体健康非常的有利。前文说过，老年人大部分心脑血管都不是那么健康，血压血脂都比较高。这个时候如果猛然的起床，或者是做一些激烈运动，是很危险的。据不完全统计，老年群体中最容易突发脑出血以及脑梗心梗的时间，就是早晨或者中午起床的时候。别说是老年人了，就算是年轻人起床太猛，或者坐了许久猛然站起来以后，都会双眼发黑，头上青筋直冒。可见懒得立即起床是一种很聪明的生活智慧，值得每一个老年人去模仿学习。很多时候，老年人的懒散只是相对而言的，他们的身体状况支撑不了火急火燎，匆匆忙忙的生活节奏，只能无奈的选择变慢变懒。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了解他们，需要共情他们，千万不能用我们年轻人的生活态度以及生活方式来评价或者要求老年人，这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合理不道德的。5. 懒得突破饮食习惯。在一些生活比较自律的老年人身上，经常能够看到一个有趣的画面，那就是他们吃饭总是慢悠悠的，明明吃的比年轻人慢，比年轻人少，但当年轻人放下筷子的时候，他们也会停止进食，似乎是懒得收拾碗筷，或者懒得一个人继续吃饭。如果按照我们的进食标准来看，这样的老年人一顿饭应该也就吃了个6、7分饱。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明智的选择，是特别有利于老年人身体健康的。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随着年纪的不断增加，老年人的消化系统会慢慢的衰老，这个时候他们对于食物的吸收以及分解速度都会变慢，因此上少吃一些反而是更有利的。如果你仔细观察，就能够发现，老年人之所以吃得慢，是因为他们嚼的次数更多。同样的饭菜，我们随便放在嘴里面嚼一嚼就咽下去了，而很多老年人可能需要嚼食好几下。这样一来，是因为他们的牙齿退化比较严重，只有花更多的时间才能把食物咀嚼得更加容易下咽。二来是因为经过了长时间充分咀嚼的食物是更容易被肠道消化吸收的。一般情况下，吃饭比较慢，每一顿吃的不是那么饱的老年人，肠胃功能都要更加的健康一些。一定要记住，老年人进食最怕的就是暴饮暴食和囫囵吞枣，这两种饮食习惯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危害是最大的。当然，老年人还要懒得去追求更刺激的味蕾体验，懒得去尝试更新奇的饮食冒险。一日三餐清清淡淡，按时按点，这样的吃法才是老年人最应该长期坚持的。其实，老年人在生活中的一些懒散的行为，都是长时间智慧的积累。这种悠然自得、不紧不慢的生活态度，是和慢慢衰老的躯体最契合的。结语：劳累忙碌了大半辈子，到了老年能够懒散一些，何尝不是一种有福气的体现？经常听人说谁谁谁别看老了，依旧是一副劳碌命，可见老年人从心底里面就是认可懒散生活习惯的。当然，懒散的生活习惯并不意味着就每天窝着不动，保持适量的运动和锻炼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需要注意的是，老年人的运动不能够太过于剧烈，一定要舒缓为主，或者说老年人的运动习惯也应该懒散一些，只要能够每天坚持，就算在外面散散步也是好的。